今天呢，想带大家逛一下我的母校匹兹堡大学。一呢，也是我很久没有回学校逛一逛了。二呢，也是想说给之后想要来匹兹堡大学读书的学弟学妹们可以看一下学校的环境。我能理解那种刚来读书前对学校一切又未知又充满好奇的心情，所以我今天也想说以一个学姐的角度把匹兹堡大学角角落落都拍摄给大家看一下。那好，我们现在就出发。咱们现在就在 William Pitt Union 里面了。我现在身后的这个房间算是一个小的宴会厅吧，我们经常会有活动举办在这里。学校会有一些免费的 meditation 或者是瑜伽课，还有一些心理辅导的课都会在这个楼里面举行。我们国际生一定要知道的一些办公室也都是在这个楼里面，所以这个楼算是在我们校园的中心，也是我们经常会来的一个楼。所有的学生组织里面有一个非常推荐各位学弟学妹一定要去参加，因为它会有非常便宜的演奏会的门票，它还会包晚饭。应该大部分大一来的学弟学妹都会住在这个宿舍里面，住这边是很方便的，因为你不用爬山，然后旁边的去的所有教学楼、图书馆离得也非常近。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吧。这个 Tower A 就是我之前住过的宿舍，天呐，10年前。从这边进去 Tower A 是连着我们的健身房，对侧这边是 Tower B， 这一下去就是我们最大的食堂。这后面有一个小的学习室，还有这个 cafe， 上早上8、9点的课的话，就会在这边解决我的早餐。然后 laundry 也在那边。他们现在把这个打印机都换成这么小的了，这个打印机旁边呢就是我们的 laundry， 在这边洗衣服。在 Tower 的1楼有一个这样子的小机器，是可以往我们学生卡里面打钱的，就是这个 Panther Fund， 用这个钱可以去洗衣服啊，可以在食堂吃饭啊什么的。Tower 的这个 Panther Central 算是学生中心吧，在这边可以办学生卡呀，任何这种生活上的东西。Tower 楼下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小超市。也有一些小的快餐。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 Taco Bell， 我还在这边打工来着，现在换成别的了。Tower 有2侧的门，这一侧门出来了之后，从这儿下去，这个红楼就是刚刚的那个 William Pitt Union。从这个门出来到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走廊，可以连接到学校的教学楼，所以去上一些课也是特别方便的。因为这栋楼很大，所以它上下左右很多门，我就能通到很多地方。从 Postwar 出来就看到我们最漂亮的这个 Cathy。后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图书馆，地下的话是一个 group study， 然后还有一个咖啡厅，所以地下永远是最吵的。1楼有一个 computer lab， 所以可以在那边用电脑。4楼的话就是一个 quiet study area， 所以在4楼是不可以出声。想要非常安静的环境的话，就可以去这边。我们现在在 Cathedral 的1楼里面了。像这个1楼的大厅里面有一些书桌可以在这边学习，但是就是有一点吵，只是这个氛围很好。环顾的这个4周长方形呢，就是有各个教室。去教室之前带大家去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跟我来。有一个小阶梯，这个阶梯上来了之后，就是到一个3楼的学习的区。这就是刚刚上来的那个小口。Cathedral 里面的1楼、2楼、3楼呢，都有各种的 National Room， 都是以不同国家的风格去装扮的。那今天也可以带大家大概看一下这个 National Room 里面。现在我进到一个没有人在用的国家教室里面。国家教室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所有的黑板都是隐藏起来的，就特别的有神秘感。我后面的这个其实就是黑板。黑板后面还有电视。我记得那个奥地利的房间是我最喜欢的，看看那个房间我们能不能进去看一下。这是印度教室，这是我最喜欢的奥地利教室，不过里面在上课，所以现在就进不去了。3楼往下去，就是刚刚1楼可以学习的地方。超漂亮吧？Cathedral 的36楼，我们学校的 Honor College，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蹭进去上自习，上面真的超级漂亮，带大家看一下。好，36楼到了。
在这可以俯瞰我们整个学校，超级漂亮。今天天气不太好，有点雾。Cathedral 对歌的一个教堂。这就是校园的另外一侧，能看到那个几个圆柱形的，就是 Tower。左下角的这个正方形的呢，就是图书馆。这个橘色的建筑就是 Williams Pitt Union。那边呢，都是一些住宅。这个 Cathedral 的地下呢，这两侧都是 Computer Lab， 这也是以前我打工经常在的地方。如果想在学校打工呢，我大一的时候是在餐厅打工，那个就比较耽误时间。像在 Computer Lab 打工是非常非常好，因为你还可以在里面学习，所以一般是比较抢手的工作，只有比较高年级的人才能拿到的。带大家简单看一下 Computer Lab 里面吧，现在已经翻新的很好了，和我当年完全不是一个样子。Cathedral 的地下呢，有一个这样子的 cafe， 可以买一点喝的。往前走呢，有一个 Cathedral 的餐厅。我上学的时候，这边是个 Chick-fil-A， 现在换成别的了。从这个 cafe 出来，最前面它其实也是一个教室，但是它特别隐蔽。我记得我在这间教室上过课，我愣是找了20分钟没找着。后面的这个教堂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小教堂，经常会有校友在这里举行婚礼。这个草坪上天气好的时候，也经常会有学生在这边玩 frisbee， 还挺热闹的。不过今天下雨了，所以就是看着有点冷清。现在在我们学校的书店里面，书店里面可以买一些纪念品啊，还有电脑啊什么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如果教授需要让你买一些教材的话，也会到这边来。教授都已经把需要的教材告诉给到学校的书店，书店会把那些需要的教材都按照课号的名给它排列好。一般在选书的时候，上面都会放一些新书，下面会放一些二手书，就会先去下面看一下有没有这种二手书，便宜一点的买，没有的话就只能买新书了。现在在 Tower 下面的食堂里面的样子和我上学的时候有一点不一样了，但总的来说，食堂里面的东西还是挺全的。一进来呢，有做那个 omelette 的地方，早餐吃那个 omelette 还蛮不错的。然后往里面去的话，有做三明治的区域，最里面呢是有一个甜点的区域，另外一侧呢有披萨，还有 pasta 沙拉和一些这种现在变成了墨西哥菜，但是我上学的时候是中式的炒饭，自己拿一些想要的东西，然后给他给你现炒的那种，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了。如果你觉得食堂不是很好吃的话，我们现在要去外面学校门口最繁华的一条街，就是 Forbes Avenue。那条街上真的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小店。本来想进商学院看看，但是现在也是没有学生卡进不去，所以到商学院楼下的这个 Panera 也是我们经常来吃饭的地方，因为它就在商学院的1楼嘛。如果2个课之间的时间很短的话，经常到这个 Panera 来吃，并且它这个 Panera 还可以接受 Panther Funds， 就是你放在学生卡里面的钱。今天的外面已经有点黑了，所以剩下的 Forbes Avenue 呢，就明天再带大家好好逛一下吧。正好路过 Cathedral 的时候，看到校车在这边停着。这个校车当然对所有学生都是免费的，可以到山上，因为我们有一部分的校园在山上嘛，爬上去其实很累。还有一点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一定要知道，我是到了大2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学校还有这样子的服务，叫 Safe Rider。每个人呢，每个学期大概有几次这个 Safe Rider 的 quota。如果说真的是晚上很晚了的话，毕竟一个人在外面走也不安全。只要你是在校园的几英里以内吧，可以给这个 Safe Rider 打电话，他就会驱着庞大的一个校车来接你。商学院楼下这家 Fuku Tea 也还不错，是一家奶茶店，然后你可以自己 customize 想要的东西。好久没喝了，来喝一杯。桂圆红枣奶茶，好像是他们的冬日特饮。哇，好好喝。从刚才这家奶茶店出来了之后的这条小路里面，还有一个 Crazy Mocha。Crazy Mocha 也是匹兹堡的一家非常经典、非常有名的连锁咖啡厅，他们的 Mocha 做的很好喝。哦，再往里面走，现在开了一个亚马逊哦。之前这边是一个小的手工品的店，是我们匹大的2位女校友开的，现在也没有了。好，我们再回到主街看看吧。再往对个子走，这条街就是学校门口大名鼎鼎的2家快餐店了。只要在匹大上学的中国人，肯定不会不知道这家小四川。我上学的时候，他们还是5块钱一份盒饭，不知道现在涨价了没有。哇，太久没来了。
果然涨价了，现在已经变成8、9块钱了。再往前走呢，就是这一家 Oishi， 是我最喜欢的学校门口的快餐店。他家是韩餐，然后也有韩式拌饭呀，还有一些韩国的料理之类的，特别好吃。他家倒是没怎么涨价，之前也是稍微贵一点的价格，10美金左右，现在还是这个价。Bibimbap 10块钱，之前也是10块钱。再往前呢，就是这个 Chicken Bubbly， 也是一家炸鸡店。因为我是 vegetarian 嘛，所以基本没怎么来吃过。原来我的室友在这家打工，他家的味道也还不错。怎么突然雪下这么大？看到这边有一个咖啡厅，我之前没有来过，可能也是最近新开的，进去看一下都有什么。现在我们就在这个 Forbes 的主街上了，这一条街都是各种各样的吃的喝的。这家咖啡厅里面还挺不错的，气氛也特别好，还蛮适合学习啊什么的。我记得之前这边是 Qdoba， 从来都没有来过。虽然再往前走一点有另外一家星巴克，但那家星巴克我觉得有一点乱，然后有一点吵。相比之下，我觉得这家店真的很好。这条主街上再往前走一点呢，就是 Rite Aid 便利店，一般我们的所有生活用品在这里都能买得到。再往前走一点呢，就是一个 CVS， 那家可能更大一些，不过稍微远一点。学校门口的这家麦当劳是这条街应该唯一一个24小时都开的吧。对个的这家 Pamela's 是匹兹堡特别有名的一家 brunch 的店，这家奥巴马都来莅临过，也是他很喜欢吃的一家早餐店。如果你来匹兹堡，肯定是要吃一次的。这家冰淇淋店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纯手工制作的，你只要走到这条街里面就能闻到冰淇淋的香味的那一种。这家应该是所有匹大学生的回忆了，不过今天太冷了，我就不点了啊。拍完了直接就走了。对，拍完了就直接走了。这个金阁是一个中餐的自助餐，但他们也可以点一些粥啊，算是学校门口我自认为最好吃的一家中餐店了。前面本来还有一家，不过那家听说疫情的时候关掉了。然后旁边就是 Hello Bistro 沙拉店，是我目前到今天为止在美国吃过最好吃的沙拉店。前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体育馆吧，我们的体育课都是在这边进行的，里面有壁球啊、游泳池啊什么的。我们学校是没有网球馆，之前上过壁球课，就是在这里面。这个地方现在竟然在施工，我走了好半天，终于绕上来了，到这个 Peterson 上边。哇，我记得这个地方原来有一个像是灯塔一样的那样子的建筑，可以爬到2楼看下面的草坪的那一种。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能看到这边做好的样子吧。我们现在进 Peterson 里面看看。我们一般可以走到那个下面，从下往上走，或者是到山顶，然后坐电梯下去都可以。刚才我们是从顶楼这样下来嘛，这里面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健身房了。它那个最里面还有壁球场，你还可以跟前台借壁球拍，我记得是1块钱一次，还挺便宜的。其实每一个宿舍啊，还有每个楼里面都有一些小的健身房，这个健身房算是最大的了，但是因为在山上，我也很少来。我们再去看看那边的 food court， 把原来的这个咖啡厅变成了快餐店。这里面哇都不一样了，这个是 sushi， 有个 Chick-fil-A 是卖炸鸡的。下到1楼来就是很气派的我们的1楼大厅了。一些体育赛事的话，这边人会比较多，1楼是会检票啊什么的。哇，好气派呀！我在这感觉都能踢场足球赛。从1楼进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像这个山上的话，我身后应该就是医学院呀什么的。其实我也很少来这边的教学楼，有什么化学楼、物理楼，还有工程学院。最后插播2个很值得介绍的楼，这次忘记去了。一个是建筑学院的这个图书馆，里面非常的文艺，这里人不多，也特别适合学习。最重要的是这边拍照很好看。还有一个是在学校半山腰的 Writing Center， 写作能力真的太重要了。学校的 Writing Center 提供非常多的资源，可以和专业的老师约1对1的免费辅导，所以一定要善用。好，那这一期的匹兹堡大学的 Campus Tour 就到这里结束了。这2天天气不太好，如果说天气好的时候，可能校园会看起来更漂亮一些。这次视频也希望对即将要入学匹兹堡大学的学弟学妹们有一些帮助吧。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拜拜。